破产的房地产老总不知悔改，竟私下配合期货顾问转走我500万资金。果然，一夜之间亏得血本无归。他颤抖不已，生怕被我发现他的行为。而这时，我恰好敲响了房门。王总，这是你有点不太像话吧？我说过，这笔钱交给王小姐负责，如果亏光了算我的。可是你现在上来就搞没500万，这钱怎么算？叶先生，这笔钱算我的。不管怎么样，他都是我爸，父债子偿，我不会赖账的。我没有打算逼债，但你要考虑好，1000万的本金去赚5000万，只需要翻5倍，而500万的本金却需要翻10倍。期货市场上多操作就代表更大的风险，也许你赚到5倍的时候，就会面临亏损的风险。你确定要把这事揽自己头上？我确定。王佳妮满脸坚定的道：“他是我爸，不管他做错了什么事情，只要还有弥补的机会，我一定会尽力。您放心，无论5倍、10倍，又或者20倍，我一定会把这笔钱赚回来。”王佳妮都这样说了，叶枫也不好再说什么。一旁的王长兴也自知理亏，对女儿的勇敢承担更觉得愧疚。走吧，我去看看你最近的操作。王佳妮点点头，几人来到了书房。她自信地打开了电脑的交易软件。父亲弄没500万固然很令人愤怒，但我这些天的操作基本上没有任何失误，想必叶先生也挑不出什么毛病来。然而，等叶枫放下鼠标后，却说出了和他预期答案不一样的话来。不太行。王佳妮一怔，有些不太服气的道：“为什么说不太行？我每次交易都是赚钱的，从来没失误过。”的确，你每次的操作都是赚钱的，可是5万元的本金，10倍杠杆的风险，你却只赚回来3万。我看了你的交易记录，从来没有卖在最高点，这个可以理解，但你也从来没有判断出准确的最低点。如果你想有所成就，想成为真正的经济学大脑，却连区期货市场的低点都无法拿捏，恐怕未来成就有限。王佳妮被说的脸色很是难看，却依然很不服气。我只是选择了最稳妥的打法。再说了，市场千变万化，谁能保证一定可以找到最低点？所以你觉得我说的话没有道理？王佳妮张口欲言，但随后又闭上了嘴巴。只是从她的表情已经可以看出答案。那我今天给你操作一下，证明我没有胡说。叶枫打开了交易软件，开始输入预定的价位和空单。王佳妮看得微微皱眉。您不是说大宗金属的趋势向上吗？为什么要下空单？因为趋势并不能代表一切。这几天你能赚钱，是因为有大资金托底，一路向上，但获利筹码已经很多，他们必定要洗盘打压多方，不然的话，一旦发生恐慌性出逃，他们自己也跑不掉。王佳妮脸色更加难看了几分，因为叶枫这话的潜意思是，你能赚钱不是因为操作的好，而是因为你恰好处于上升的波段。可是现在波段要向下了，你却判断不出来。如果我今天不来，你就得吃个大亏。叶先生肯定判断错了。现在多方的力量如此强大，每天都有大量的空单爆仓或者被强制平仓，怎么可能突然向下呢？再说了，国际市场上也没有出现不利于大宗金属的负面新闻，怎么看都没有任何理由去支撑向下的趋势。至于洗盘，这才多高的位置就洗盘，那些大资金是闲着没事干了吗？与此同时，王长兴再次接到了投资顾问的电话。王总，昨晚的事实在对不住，许先生刚和我们开过会，他说这次的失误是因为对资本大鳄的决心预估不够彻底，但下一次他有十足的把握。我你妈的，一晚上弄没老子500万，还好意思在这里胡说八道，老子再信你半个字，就是你养的。叶枫和王佳妮都不想搭理他，时间1分1秒的流逝着。期间，王长兴主动出去买了饭回来，刚进门就听到女儿的惊呼声：“怎么可能？真的暴跌了！”王长兴连忙把饭放在茶几上，飞快地跑回来，只见屏幕上的曲线正以一根悬崖式的暴跌向下。真神了！期货市场不同于股票，因为杠杆的原因，只要有个4%-5%就已经算跌得很离谱了。大部分人的保证金只能保证波动维持在2-3个点上下，再多的话，他们就要被平仓或者直接爆仓。现在大宗金属竟然直接跌了5个点还要多，不知道多少人会爆得连爹妈都不认识了。是啊，现在参与大宗金属交易的人，肯定有不少人要跳楼了。而叶枫的空单也恰好在这个位置直接承担，在下跌5个多点之后，曲线就那样不断的以0点几的波动震荡着。也就是说，这么短短几分钟，叶枫盈利了5个点，他直接结算了所有空单，然后埋下了15个点以上的多单。叶先生，您的意思是，这次暴跌后的上升波段最低在15个点，这是不是太冒险了？这一次的暴跌，没有人能找到原因，他们只能各种猜测。当找不到原因的时候，人们会恐惧。我断定会有大批人甩掉手里的多单，让多空双方的力量产生反转，而大资金为了不让人入场，就会直拉到一个相对的高位，然后停下。这样一来，同样没有人敢入场，因为他们会下意识想着，都拉这么多了，也许会下跌。其实不需要叶枫说，王佳妮也看到了多单正在不断的减少，越来越多的空单出现了。这时候，叶枫站起身来，行了，今天的操作就这样了。等上升15个点的时候，你再自己做出判断，他们在这个点位究竟会继续拉升，还是会下跌，开始新一轮的洗盘。王佳妮此刻已经开始相信这个男人的判断了。要是叶枫这次也说对了，那他对自己的批评也就是正确的。你觉得明天会涨吗？要不然我们把那个单子撤了，稳点儿。王长兴是真的怕了，这500万如果再亏掉，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开口找叶枫要钱。不撤，我相信他的判断，一定可以只涨15个点。王长兴犹豫着，也没敢说别的。
毕竟在期货市场上，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输家，更是家里的内贼。王佳妮也一脸郑重地看着王长兴，爸，我们只有这500万了，如果你再这样胡来，别说叶先生生气，我也不会原谅你。我知道了，我这不是被他们忽悠了吗？你没看我刚才把那家伙臭骂一顿？王佳妮点点头，事已至此，多说无益。他只希望从明天开始能有一个好的结果。与此同时，投资公司那边的顾问挂断电话后，在王长兴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叉。许先生，都联系的差不多了，有些人昨天亏了，就不敢再跟我们了。那是他们蠢，投资哪有不亏钱的？如果100%的胜率，我还用在这里带队吗？算了，那些蠢货，让他们自己玩去吧。通知下去，我们继续抄底。那些大资本家这次不会再继续下跌了，再跌下去，他们自己都要出问题。之后的2天里，如叶枫预料的那样，大宗金属开始不断的上涨，直接一口气涨了15个点。王佳妮没有丝毫的犹豫，瞬间就结算了。王长兴看得十分惋惜，多方的力量这么强，要是等等，说不定还能多赚几个点呢。我们手里握着20个点的盈利，干嘛这么着急？叶先生让我在15个点后做出自己的判断，而我的判断是大资金一定会在明天进行洗盘。你怎么能确定？叶先生说了，金融市场上赚钱，并不是单纯的看曲线，而是要结合那些大资金操控者的心理。说白了，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，谁能揣摩到对手的心思，谁就能赢。爸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帮你把本金赚回来的。王长兴嗯了声，心里却在叹息。倘若那500万没有给投资公司，而是自己留着，现在跟着叶先生的操作走，弄个500万，100倍杠杆，岂不是一下就回本了？可惜世上没有那么多如果。王长兴犹豫了下，道：“帮我看下许昌辉他们现在啥情况了？你还对他们抱有希望？不是，我就闲着无聊随便看看，反正你现在也不打算操作什么呀。”王佳妮倒也干脆，打开了许昌辉带队入场的几个板块。可让王长兴郁闷的是，这几个板块也涨了许多，而且由于本身就在底部，所以涨得比大宗金属还多。哎呀，怎么还涨了？王长兴气得直拍大腿，他想看的是板块下跌，只有这样才能安慰自己，只亏500万不算多。可是现在板块上涨，等于说他错失了良机。如果投资顾问那天打电话来，我真按对方说的，再投500万。爸，别说我没警告过你，这500万是绝对不允许再动的。王长兴尴尬地笑了下，钱都转你的账户上了，我还怎么动？你看你，我就随便说一下，下这么狠干嘛？还不是因为你老是想搞幺蛾子。王佳妮十分不满，她对自己的判断再自信，也架不住老爹这样瞎折腾500万。她没有直接翻脸，已经是足够大度。另一边，唐景松买菜回来时，又碰到了赵香桃。哟，老唐，你咋还亲自买菜呢？